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今天我们要聊一只和世界杯关系非常直接的美股 DraftKings， 股票代码 DKNG。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开打之后，表面上是球迷看球，资本市场看到的是另一门生意，把104场比赛、48支球队、酒吧里的欢呼声和手机里的即时赔率变成用户下注额和营销费用。DraftKings 现在股价在29美元附近，市值约258亿美元，公司一季度收入16.46亿美元，同比增长17%，调整后 EBITDA 1.68亿美元，已经从早年烧钱抢市场走到开始认真算利润的阶段。今天这期我们就看一件事，世界杯这波热度能不能让 DraftKings 从美国体育博彩平台变成长期现金流机器，还是最后只是另一轮高成本抢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DraftKings 的故事要从一个很普通的美国体育迷场景讲起。很多人看球的时候，真正放不下的不是比赛本身，而是自己幻想出来的阵容，谁首发，谁爆发，谁受伤，谁在垃圾时间刷数据。这些细节把一场普通比赛变成了一个持续一整晚的情绪游戏。2012年前后 ，Jason Robbins、Paul Lieberman 和 Matt Kalish 这3位同事看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当时不是拉斯维加斯赌场老板，也不是传统博彩公司出身，而是在 Vistaprint 工作的普通互联网人。他们喜欢梦幻体育，也觉得传统赛季制梦幻体育太慢了，一个赛季太长，用户等不住。如果把比赛切成一天一局，用户每天都能重新选择阵容，每天都有输赢，每天都能回来。这就是 DraftKings 最早的种子。公司官方故事里写得很有画面感。3个人最初是在Paul位于马萨诸塞州 Watertown 的公寓备用卧室里开始做这件事。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 DraftKings 的底层基因。它不是从赌场桌边长出来的公司，而是从互联网产品经理的脑子里长出来的公司。传统博彩公司看重赔率和风控， DraftKings 一开始更关心用户体验、留存、支付路径和游戏节奏。它最开始卖的不是赌博这个词，而是让体育迷每天都更投入这个体验。后来美国体育博彩行业出现了真正的转折。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Murphy v. NCAA 案件中推翻了限制州政府授权体育博彩的联邦法律，体育博彩的决定权回到各州。对于 DraftKings 来说，这就像原来只能在边缘跑的车，突然看到高速公路打开了入口。公司从日常梦幻体育切入真正的移动体育博彩和线上 Casino。2020年 DraftKings 通过与 Diamond Eagle 和 SB Tech 的交易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 DKNG。 它的故事从创业公司变成资本市场故事，也从体育娱乐变成监管、税率、获客成本和利润率的综合体。体育博彩这门生意表面看起来很简单，用户下注，公司收钱，比赛结束之后平台留下差额。但真正拆开看，它更像一家带有金融属性的互联网平台。用户每次下注，平台要做赔率、风控、支付、合规、身份验证、反洗钱、客服和实时数据处理。比赛越多，产品越复杂，用户越活跃，技术和风控要求越高。DraftKings 能不能赚钱，不是看世界杯期间下载量热不热闹，而是看用户来了一次之后会不会继续下注，看平台留下的净收入率能不能稳定，看营销费用能不能从早年的狂砸钱变成更精准的留存。最新一季度 DraftKings 的财报给了市场一组很有看点的数据，收入16.46亿美元，同比增长17%，净利润2110万美元，去年同期还是亏损。调整后 EBITDA 1.68亿美元，去年同期大约1.03亿美元。单看这些数字，公司的盈利曲线确实在改善。更细的地方在于 Sportsbook， 也就是体育博彩收入达到10.95亿美元，同比增长24.1%。
iGaming 也就是线上 Casino 收入 4.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DraftKings 不是单靠一个世界杯故事撑起来的，它已经形成了体育博彩、线上 Casino 和其他业务的组合。不过财报里真正值得盯的是用户和每个用户带来的收入。DraftKings 一季度月度付费用户是420万，表面上同比下降 4%。公司解释说，这主要和2025年退出 Texas 彩票业务有关。如果剔除彩票影响，付费用户同比增长 2%。这个口径很关键，因为它说明 DraftKings 的用户增长已经不是早年那种爆炸式扩张，而是在更成熟的市场里一点点往前推。与此同时，每个付费用户带来的平均收入达到131美元，同比增长 21%。这一组数据组合起来看，用户数量增长不算猛，但单个用户贡献明显提高。股价能不能走得稳，看的就是这种收入质量能不能持续。体育博彩平台最微妙的地方在于，收入有时候不完全由自己控制。零售公司卖一件衣服，收入和库存比较可控；软件公司卖一个订阅，续费率比较可控。博彩公司不一样，热门球队赢球、冷门爆出、组合投注命中都会影响短期净收入率。DraftKings 一季度的 Sportsbook Handle， 也就是用户下注总额是 140.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但体育博彩收入增长 24.1%， 主要靠的是净收入率，从去年同期的 6.4% 提高到 7.8%。换句话说，下注额没有大涨，但平台留下的钱变多了。这对利润很好，但也提醒我们，博彩公司季度之间会受比赛结果影响，不能只看一个季度的利润率就简单年化。这就接到了世界杯。2026世界杯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48支球队，104场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举办。对于 DraftKings 来说，世界杯最重要的不是每一场球能赚多少钱，而是它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获客场景。NFL 和 NBA 的用户很多本来就在体育博彩 APP 里，世界杯不一样，它会把平时不怎么下注的轻度球迷、移民社区、酒吧观赛人群、临时追热点的年轻用户一起推到平台入口。体育博彩平台最喜欢这种大赛，因为大赛本身就是广告，用户打开 APP 的理由不需要平台额外解释。但世界杯也是一场花钱比赛，用户不可能凭口进入 DraftKings， 平台要靠欢迎奖励、免费下注、赔率提升、活动推送、媒体投放、KOL 内容和线下合作把人拉进来。一个用户在世界杯期间注册，如果7月19日决赛结束之后就卸载 APP， 那这笔营销费就只是一次热闹。如果这个用户从世界杯继续留下来，转去 NFL、NBA、大学体育和线上 Casino， 世界杯就变成了用户生命周期的入口。DraftKings 这门生意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一次全球赛事带来的短期流量，如果能转化为长期活跃用户，估值模型就不只是按一次性赛事算账。DraftKings 现在的覆盖范围已经不小，公司披露，移动体育博彩业务已经上线美国27个州、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覆盖大约 53% 的美国人口。线上 Casino 业务上线5个州，覆盖大约 11% 的美国人口。在加拿大，它也已经进入 Ontario 市场。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差别，体育博彩覆盖更广，线上 Casino 覆盖更窄。但线上 Casino 通常用户频率更高，毛利更好。长期看， DraftKings 最希望发生的事情不是世界杯让体育博彩多热闹几周，而是体育博彩用户能被导入线上 Casino、会员活动、媒体内容和未来的预测市场。说到竞争，就绕不开 FanDuel。FanDuel 现在属于 Flutter， 股票代码 FLUT。很多人看 DraftKings 时只盯着 DKNG， 但他真正的影子对手一直是 FanDuel。FanDuel 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它最早是2009年在苏格兰爱丁堡诞生的日常梦幻体育公司，
创始团队从一个新闻预测网站 HubDub 转型而来。这个背景和 DraftKings 有一点像，两家公司最早都不是传统赌场，而是互联网产品公司。他们都发现，体育迷不只是想看比赛，还想把自己的判断、情绪和钱放进比赛里。Flutter 这家公司更像老牌博彩巨头和新互联网平台的结合体，它旗下有 FanDuel、Paddy Power、Betfair、PokerStars 等品牌。2018年 ，Flutter 当时的前身 Paddy Power、Betfair 拿下 FanDuel 的控制权，后来又在2025年通过交易拿到 FanDuel 100%所有权。这个动作的意义很清楚 ，Flutter 已经把 FanDuel 当成美国体育博彩市场的核心资产。最近 Flutter 又宣布计划退出伦敦上市，只保留纽约交易。这也说明他越来越希望被美国投资者按美国线上娱乐和博彩平台来重新定价。从最新财报看， Flutter 的体量比 DraftKings 大得多。一季度集团收入 43.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集团调整后 EBITDA 6.31亿美元，同比增长 2%。美国业务，也就是 FanDuel 相关业务，收入 17.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 其中体育博彩收入增长 1%， 线上 Casino 增长 19%。 表面看 Flutter 更稳更大，全球业务更多，但美国体育博彩增长并不轻松。公司披露，美国体育博彩平均月活付费用户同比下降 6%。美国业务调整后 EBITDA 从去年同期的 1.61 亿美元降到 1.19 亿美元，同比下降 26%。 这组对比很关键。 DraftKings 一季度收入增长 17%， 体育博彩收入增长 24.1%。 FanDuel 所在的 Flutter 美国业务收入增长 6%， 体育博彩收入增长 1%。单季数据不能简单推出长期胜负，但它至少说明 FanDuel 虽然仍然是行业龙头，增长也不是没有压力。DraftKings 的机会在于，它作为纯粹美国体育博彩和线上 Casino 平台，弹性更大。Flutter 的优势在于业务组合更大、更分散。FanDuel 背后有全球博彩经验和更强资源。简单说 ，DKNG 更像高波动成长股。FLUT 更像全球博彩平台。世界杯期间，这两家公司都会抢用户，但抢法不完全一样。DraftKings 要证明自己可以用体育博彩入口，把用户导向更高价值的长期生态。FanDuel 要证明自己在美国市场的领先地位没有被侵蚀，同时还要处理新业务投入和管理层调整。Flutter 财报里已经明确提到 FanDuel Predicts，也就是预测市场业务，会带来大约3亿美元级别的调整后 EBITDA 压力。DraftKings 也在2025年收购 RealBird， 准备进入受 CFTC 监管的事件合约和预测市场。两边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传统体育博彩之外，下一个战场是预测任何事情的市场。预测市场是这期视频里最值得单独讲的暗线。传统体育博彩是州监管，每个州有牌照、有税率、有规则。预测市场走的是联邦商品期货监管框架，理论上可以把一场体育比赛、一次选举、一个经济数据，甚至某个娱乐事件包装成事件合约。Polymarket 这类平台的崛起，让 DraftKings 和 FanDuel 感受到了新压力。监管边界还在变化，但逻辑很清楚。如果用户可以在预测市场用更低门槛、更广地域参与体育事件，传统博彩 App 就不能只守着州牌照吃老本。对 DraftKings 来说，预测市场既是机会，也是麻烦。机会在于，它可以把体育博彩之外的事件交易做成新入口，扩大用户场景。麻烦在于，这条路会把它推到新的监管战场。体育博彩行业已经在面对越来越高的税率和政治压力，比如 Illinois 对大型运营商提高税负之后， FanDuel 曾经宣布对当地每笔下注加收费用来应对成本。DraftKings 和 FanDuel 这种行业前二越做越大之后，也越容易成为州政府增加税收的目标。税率一上去，
平台要么自己吞住了利润，要么把成本转给用户，哪条路都不轻松。再看估值， DraftKings 现在市值大约258亿美元，按照公司全年收入指引终点67亿美元来算，市值大约是全年收入的 3.8 倍。按照全年调整后 EBITDA 指引终点8亿美元来算，市值大约是调整后 EBITDA 的32倍。这个估值不是低估值防守股的估值，而是市场仍然在给它体育博彩龙头、线上 Casino 扩张、预测市场和世界杯获客窗口这些故事。股价短期看世界杯热度，中期看 NFL 赛季之后用户能留下多少，长期看 iGaming 和预测市场能不能贡献更稳定的利润。Flutter 的估值逻辑不一样， FLUT 现在股价大约111美元，它的收入规模比 DraftKings 大，全球业务更分散，翻舵又是美国市场最重要的品牌之一。但 Flutter 最新指引也体现了压力，2026年集团收入终点从之前的184亿美元附近下调到183.05亿美元，集团调整后 EBITDA 终点从29.7亿美元下调到28.65亿美元，下调幅度不算灾难，但说明这门生意的利润不是线性增长。体育结果、新周上线成本、预测市场投入都会把看起来很漂亮的收入增长打折。所以这期的投资判断可以讲得很清楚，喜欢 DKNG 的人买的是美国体育博彩纯粹龙头的成长弹性，世界杯带来的注意力，体育博彩周覆盖扩张，线上 Casino 渗透，预测市场入口都能给它估值提供想象空间。担心 DKNG 的人看的也是同一组东西，用户增长不够快，收入增长部分来自净收入率提升，营销费用和税率压力还在，预测市场又会带来新投入和新监管。它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股价已经要求它把这些机会兑现成利润。对比之下， Flutter 和翻舵更像行业里那个更大的选手，它有全球业务，有翻舵这个美国龙头品牌，也有更成熟的风险管理经验。问题在于大不等于轻松。翻舵美国体育博彩增长放缓，调整后 EBITDA 同比下降，预测市场投入增加，管理层也在重整美国业务。这说明世界杯对于翻舵同样不是自动提款机，球迷越多，比赛越多，下注越多，不代表股东留下的钱一定越多。最后回到世界杯，对普通球迷来说，世界杯是1个月的情绪；对 DraftKings 来说，世界杯是一次用户入口；对 Flutter 和翻舵来说，世界杯是一次防守龙头位置的压力测试。赛事结束后，真正要看的不是社交媒体上有多少人晒下注单，也不是 App 下载榜冲得多高，而是这些新用户有没有留下来，促销费用有没有下降，每个用户贡献有没有继续提高，以及监管和税率有没有继续吃掉利润。DraftKings 这家公司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把体育迷的参与感做成一门资本市场可以定价的生意。从泡公寓里的日常梦幻体育，到今天世界杯期间的手机博彩平台，它一路都在卖同一种东西，让观众不只是看比赛，而是把自己的判断放进比赛里。DKNG 现在最大的机会是把这种参与感变成更稳定的长期现金流，最大的风险是世界杯的热闹过去之后，留下的只是更高的营销账单和更拥挤的监管战场。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